1979年2月24日下午5点25分左右，解放军东线部队1000余门大大小小各式火炮同时对着越南高平市开火，弹雨落地，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动山摇。硝烟中，越军苦心经营20几年的阵地一个一个被打得七八烂。越军346师仅有的24门重炮还没来得及转移至坑道里，炮兵和大炮就差不多被歼灭了。这一天对于被围困在高平市区里面的越军来说，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解放军的炮火一直响个不停，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战场上空的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包围圈内，一轮炮击过后，尽是残垣断壁，废车烂铁，被炮火击毙的越军士兵无人收尸，有的半埋在废墟堆积，显得格外阴森。担任前线观察任务的越军士兵们，个个都是露出诚惶诚恐的表情，与解放军观察员在望远镜中互相对视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立马钻进掩体里，生怕下一秒钟就被解放军炮火击中。紧接着，解放军的信号弹升空，坦克部队率先冲出掩体，阵地上的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掩护，夜光弹形成的一道道火花为解放军步兵指明了方向。此时，整个高平市区的地表被解放军的炮火炸得一片狼藉，一些没见过这个架势的越军士兵蜷缩在弹坑里瑟瑟发抖。晚上8点左右，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炮击的规模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空落松衣、缴枪不杀的叫喊声和断断续续的枪声。此时，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第1军区司令、北方前线总指挥文进勇用颤抖的手在文件上签字，命令通讯兵尽快联系上被围困在高平市里的各部。文进勇对高平越军下达的命令是：各部化整为零打游击，利用高平特殊的地形迟滞中国进队的进攻速度，为援军争取时间。部队化整为零，说好听一点就是改变战术，不好听的就是失败了。很快，解放军东线兵团电子侦察科就破译了越军的通讯密码，情报被呈送至许世友将军手里。许世友将军看了看时间，此时是2月25日凌晨0点25分。紧接着，新华社连夜报道了东线兵团攻克高平市的消息。其他战区的解放军部队收到攻克高平的消息后，打得更加勇猛。据前敌侦察部队报告，被困在高平的越军主要有346师851团、高平军官学校训练17营、305特工师20营、346师677团、346师直属炮兵团以及高平省部分公安屯的公安军、民军以及此前从高平市外围阵地逃回城里的溃军约1000人。在炮击中，高平市里的越军就被消灭了2000余人，已经达到了越军一个满编步兵团的兵力。346师最能打的246团在朔江地区已经全军覆没，炮团仅有的24门重炮也损失殆尽，阵地防御战是没法打了。得到文进勇的新命令后，高平市区里的越军主力瞬间就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倒是阵地上遗落有很多辎重和大量的个人物品。许世友将军看着作战地图上的5个红色箭头，又用铅笔指着箭头包围着的红色圈圈，随即与指挥部其他首长研究新的打法。指挥部里大部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甚至有些首长担任过越军的教官。对于高平越军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法，大家胸有成竹。很快，指挥部命令前击高平的解放军各部重新按指挥部计划部署兵力，各部互相交叉搜索，要像鼻子梳头那样把隐藏在头发里的虱子统统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是钻进牛角尖里也要凿出来。越南的高平市属东南亚边缘热带海洋气候，为高海拔低纬度地区，即便是市区里也到处是连绵起伏的石头山，山上植被茂密，
山体尽是一些天然石洞或者天然石缝，山谷多为河流湿地。人要是躲进这种山岳丛林里，确实是像头发里面的虱子那样不好找。或许还有人记得抓虱子的样子，首先要选择在天气晴朗的上午，不然不容易发现。然后就是用一把小梳子或者齿缝比梳子小的篦子，一层一层地扒开头发，要见露出灰白色的头皮，这样的话虱子就没法躲藏了。然后把虱子放在大拇指指甲盖上，2个拇指指甲用力挤压，啪的一声，虱子就见上地了。接着是找下一只狮子。可是高平市里的越军是一群比狮子还会躲藏的地老鼠。越军305特工师20营兵力约为500人。越南特工主要接受特种作战训练，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训练成绩优异者会被直接派去苏联，再接受为期1到3年不等的特种作战训练。这帮人平时神出鬼没，总是出现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即便是污水横流的下水道，越南特工也能在里面潜伏几天几夜，然后突然冒出来偷袭，或者是吸血蚂蟥成群的烂树叶堆里，越南特工也能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地等待机会。在越南战争中，即便是当时全球赫赫有名的美国海豹突击队都惧怕越南特工，甚至将越南特工称为丛林变色龙。被围困在高平市里的越军，在文进勇一声令下，原有的部队建制全部被打乱，不管团长营长啥的，只要还能战斗，全部编入游击小组里。游击小组由1名特工带队，每组3到5个人不等。每个小组主要使用步枪、手榴弹、火箭筒这些单兵可以携带的武器作战，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这些笨重的家伙，能藏起来就藏起来，实在不行就直接丢在阵地里。每个人都是尽可能多携带一些弹药、口粮、衣物、电台这些东西统统不要。尽管解放军东线兵团一开始就用7个师10万人的兵力包围高平市，但包围圈太大，根本没法达到水泄不通的程度，所以被困在高平市里的越军主力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玩捉迷藏游戏。越军3-3-2-2分散，有的钻进天然石洞里，躲在暗处盯着洞口；有的钻进残垣断壁里，用狙击步枪搜索目标；有的顺着污水横流的下水道里走向郊区的山林间；有的原本个子又瘦又小，脱下军装就成了无辜百姓，还主动找解放军战士讨要食物。此前41军121师4个梯队就曾遭遇化妆成越南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前民工的越军特工的偷袭，损失惨重。当时的大部分越南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很难分辨出真假。就这样，以越军346师为主力的高平守军1万余人失踪了。化整为零的越军变得异常凶狠，他们时不时从令人想不到的地方现身，专门袭击解放军后勤辎重部队、医疗卫生队、通讯兵、军官这些自卫能力较弱的目标。为此，许世友将军又增派4个师约5万人的兵力参加高平围歼战。按照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参战各部首先留一部分兵力封锁高平市通往外界的道路和水路，然后采取横竖交叉的网格化搜索。网格内首先占领制高点，然后逐个山头、逐栋房屋、逐块农田搜索。片区内听到枪炮声，除了负责封锁道路的战士外，大家都要往基站处靠拢，消灭了敌人后再认真搜索一遍。一开始还不时有越军士兵采取自杀式袭击的方式现身，被解放军挨个击毙后，其他越军士兵都无心恋战了。有的人就躲在残垣断壁形成的单兵掩体里，很难被发现；有的顺着老藤攀爬到笔直的小山峰顶部，有的就在四通八达的洞穴隐蔽处睡大觉。仗打到这个份上，越军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反正他们是输了，只是那些残兵败将不肯出来投降，所以解放军部队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结果攻打高平的战斗
解放军参战部队只用了8天的时间打扫战场的任务，却一直持续到3月16日，且还没有找到全部漏网之鱼。据广州军区后勤部统计，在围歼高平粤军之战中，解放军共歼灭，只包括尸体数量和俘虏人数，粤军19000余人。但等到参战部队撤军回国时，仍有成连建制的粤军伏击解放军部队。例如42军126师副师长赵连玉就是在撤军途中惨遭粤军狙击手杀害，这是解放军将士当中职务最高的烈士，而粤军没有损失10级以上军官。战后，广州军区通过战俘以及谍报人员提供的消息才发现，战前情报有误。越南第一军区在高平地区投入的兵力约为25000人，而不是此前的15000余人。越军主力346师确实只有11000余人。地方部队和公安军的兵力也没错，就是越南民兵的数量搞错了。当时的越南高平省，每座村庄都有班排级的自卫队、林场、政府机关单位设立班排级青年冲锋队，民军人数约1万人。这些民军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战争的退役老兵，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越南民军的武器装备跟其地方部队差不多。战前，文进勇曾打算让高平一带的越军从越南领土突出部攻入广西腹地，所以在这里投入了重兵。按照越军第3步兵师这个标准主力师的兵力来算，越南一个步兵师兵力一般就是8000人左右，像346师这种兵力过万的比较少见。这样一来，越军在高平省的兵力达到了一个军的规模。解放军投入了15万人参战，但从兵法上看，兵力比为6比1，只适合进攻，不适合打围歼战。不过，解放军的网格化战术确实让越军的游击战没了用武之地。战后10年，越南当局频频派小股特工袭扰中国边境地区，也是被这种网格化战术一次次挫败。时至今日，网格化战术仍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按照我军战前的预估，在1周之内是可以拿下高平，歼灭敌守军的，但没想到进入实战后，这场战役却持续了28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因为越南在苏联的怂恿下，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挑衅，其实早就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因为高平地区是两军必争的战略重地，越南也预料到中国军队会把高平作为攻击重点，所以在防御工事上修筑得特别牢固，同时还部署了重兵力在此驻守。光这样防御还不够，越南的作战总指挥文进勇因为之前跟我国的著名军事将领们学习过打仗的经验，自然对我国那些将军们打仗的本事很了解，也学到一些他们的本领。但是如果真要与师傅交手，他心里很清楚，能够取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也做好了如果发现势头不对，就利用高平地区地形复杂，士兵们熟悉本国地形这个绝对优势，分散躲进山林进行游击战。他们躲在暗处，解放军是在明处，因此解放军就一下子变得很被动了。另外，越南的民兵部队也训练有素，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他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利用解放军战士同情弱老的心理，使出一些卑鄙无耻的手段，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农夫和蛇的故事。从以上越南这些情况来看，他们对这场战争完全是有准备的。相比之下，我军战前的准备工作好像就做得不是很充足了，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不精准，情报出现失误。当时许世友将军得到的情报是高平的兵力 1.5 万余人，其实远远不止，他们真实兵力应该是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共25000多兵力，这个差距可不小。另外，我军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越南的地势特点，所以我们在战斗中虽然出动了坦克部队，但越军利用地形优势躲起来后，我们的坦克很难发挥作用。不过，越军再狡猾，他们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最终也逃不过被歼灭的命运。单说高平这场战役打得不是太满意，战役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意外，
但是毕竟指挥作战的许世友将军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在关键时刻经过冷静的分析，对凭空消失的敌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果断下令进行严密清剿，粉碎了越军想利用打游击的方式与解放军对抗的阴谋。高平一战结束后，许世友将军对自己指挥方面进行了一番反思，总结了导致战役不顺利的原因，为之后取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胜利奠定了基础。